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大家好，这里是诗墨成歌，我是沙爷。上一集属相，我们站在杜甫的眼睛里，看到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这一集，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街亭还没有失守，新落五丈原7年前的西元227年。诸葛亮正准备离开成都，北驻汉中。这时候的他，不知道7年后自己会死在军中，也不知道后世会把他变成忠臣的代名词。他只是要在出发之前，把一个国家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一件一件交代完成。《出师表》里有一句大家都很熟的：“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质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我们常把重点放在三顾，好像刘备最了不起的是礼贤下士，但重点也许是后面那层意思。他真正带来草庐的是整个天下的问题。《三国志》只用一句话来记载三顾：由是先主遂意亮，凡三王乃见。可见刘备见到诸葛亮以后，谈的不是一场仗要怎么打，而是汉室已经倾颓，自己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2州，外结孙权，等待天下有变，再两路北进。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隆中对。有趣的是，诸葛亮并不是汉末唯一替主君画出天下蓝图的人。早在他出山之前，鲁肃早就已经和孙权密谈过天下。鲁肃的踏上策判断得很直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他的路线是先站稳江东，再取荆楚，沿长江扩张，最后再徐除天下。另一边，曹操身边的毛玠提出的又是另外一套方针：奉天子以令不臣，休耕子，恤君之。3套方案，3种天下。江东据长江而图地业，今欲连孙权而代汉兴，中原奉天子而治诸侯。所以，如果问为什么后来吴蜀两边对联盟特别积极的人会有鲁肃和诸葛亮呢？答案其实很合理，因为在真正结盟之前，甚至可能都还不认识对方时，双方早就已经被写进两人的长期战略里。诸葛亮的蓝图里本来就有连孙这一步，鲁肃此后也大体维持联刘抗曹的方向。但赤壁之战的联盟不能只有算他们2个人的功劳。刘备败走架口后，诸葛亮自己说：“事急矣，请奉命求助于孙将军。”到了江东，鲁肃主张联刘，诸葛亮负责游说，周瑜则是从军事上力主抗曹。最后拍板的人仍然是孙权。这不是因为2个人的私交，而是2套战略在曹操南下的压力下终于接轨。接着看《出师表》的第一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里的崩殂指的就是白帝城托孤。《三国志》记载，刘备病重时召诸葛亮到永安，留下最有争议的一句：“若士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均可自取到底是什么意思？后世读法很多，可以把它看成刘备对诸葛亮极度的信任，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试探，把话说到最重，逼诸葛亮当场表忠。还有人把自取理解成某种费力的权利，未必真的等于叫诸葛亮自己当皇帝。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不是只出现在刘备身上，裴松之著于吴历。孙策临终托付张昭，也曾说：“若仲谋不任世事者，君便智取之。”这至少提醒我们，智取可能是汉末托孤语境里把权限推到极端的一种说法，不能只用后来宫廷阴谋剧的眼光去读。而陈寿自己的评价也很明白，他在《先主传》里最后直接说：“心神无二，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可是裴松之助理的孙胜却持反面的看法，认为这种话本身就可能埋下篡夺的嫌隙。同一段史料，古人自己就已经有不同的解读。到了《三国演义》，戏剧性又被推得更高，小说甚至写成“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接着诸葛亮汗流偏题，手足失措。正史里的一句政治暧昧，到了小说里变成一场忠诚的考验。我比较在意的，反而不是猜刘备当下在想什么，因为不管那句话是信任试探还是授权，他都把诸葛亮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你的权力大到可以代替皇帝做很多事情，但你又必须不断证明你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刘备死后，《三国志》写得更直接，正是无巨细，闲绝于量。所以《出师表》里的那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法张皮，不以异同”，就不能只当成一句“大家要公平”那么简单。宫中是皇帝所在的宫廷系统，府中则是丞相府，两边同为国家办事，不能形成两套赏罚标准。诸葛亮自己要带兵离开成都，最怕的不是只有前线打不赢，也包括他一走，中央出现两套标准、两套人马以及两套赏罚。兵可以带走，制度不能离开；丞相可以离京，朝廷不能乱了秩序。再看另一句：“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汉高祖刘邦自己总结为什么可以取天下史说，张良、萧何、韩信各有自己比不上的地方，最后只留一句：“三者皆人杰也，无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到了诸葛亮特别点名的桓灵两朝，景象几乎颠倒过来。桓帝时党锢扩大，世人被射归田里，禁锢终身；灵帝时甚至初开西底卖官，公卿都有价码。前汉把位置交给人才，后汉把人才挡在门外，一边知道把位置交给能人，一边却是禁锢终身，卖官鬻爵。所以诸葛亮真正提醒刘禅的，不只是不要交坏朋友，国家未必先亡在敌军手里，也可能先坏在皇帝身边。出师表里还有一句看似矛盾的话，开头明明说益州疲弊，后面却说今南方一定兵甲已足。前一句讲的是蜀汉的长期国力，后一句讲的是眼前的战备条件。刘备死后，南中一度叛乱，《三国志》记载：3年春，亮率众南征，齐丘西平。南中平定之后，又说军之所出，国夷不扰，乃智容江武，以大局。所以诸葛亮不是看不见蜀汉的弱，而是认为一个先天较弱的国家，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行动的窗口。建兴5年，史书才写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书。出师表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这也让不孝则治臣之罪不再只是出征前的场面话。第2年街亭失守后，诸葛亮真的上诉，把错用马术的责任收回自己身上。臣民不知人，蓄事多案，请治贬3人，以督绝旧。出师以前，他先说失败可以治我的罪，真的失败之后，他第一个治的就是自己。这就是出师表很少被讲到的一面，它不是一份保证成功的军令状，而是一份把责任先写清楚的政治文件。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后来会被放得这么大？站在君主的角度，像诸葛亮这样的臣子很容易被推崇，能力很强，权力很大，却始终不越臣位，事情做很多，责任扛很重，却仍把自己放在臣子的名分里。这种臣子哪个皇帝不喜欢？我甚至觉得帝王真正喜欢的，不见得是势必公卿本身，而是权力很大，却仍然自我设限。而昭闵文权很早就收录了《出师表》，后来又进入了各种古文选本，逐渐从一篇蜀汉奏表变成忠诚文章与政治伦理共同兴著的经典。但如果只把《出师表》看成帝王喜欢的忠诚教材，其实只读了一半。他要求臣子尽责，也要求皇帝开张圣听；他要求臣子不越位，也要求皇帝亲贤愿令。他叫诸葛亮失败可以治罪，也叫刘禅陛下亦以智谋。所以他既是忠诚的教材，也是君主的考卷。最后还有一个不能不谈的问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不在我们今天的前出师表，而是在后出师表。偏偏裴松之收录它时，留下8个非常麻烦的字：持表量己所无，出张言墨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章时，曾说自己随类相从，凡为24篇。可是这篇后表不在其中。更麻烦的是，后表又说诸葛亮到汉中1年间染上赵云，《三国志·赵云传》记载他在建兴5年随诸葛亮驻汉中，击鼓退兵后又写贬为镇军将军，最后才记下7年卒。如果后表写在建兴6年，那么建兴6年的诸葛亮怎么会先知道建兴7年才死的赵云已经去世？清代教刊之学的鼻祖何卓就反过来质疑，赵云传的7年可能是6年之误，哪一边有错，我们不替他判案。因为历史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不是在找唯一的答案，而是在看2条证据如何相互逼问。
所以回到史料身份更稳固的前《出师表》，我反而更喜欢他最后没有那种壮烈的口号，他只是说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三顾定的是天下大计，托孤交的是社稷重任。前半生报答之欲，后半生守住承诺。到了建兴5年，城门将开，车马待发，汉中在北，旧都更远。他还不知道北伐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他只知道先帝留下的事业还没有完成，而自己该出发了。这里是诗墨成歌，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建兴5年的成都，请一个即将远行的人把志意托付责任与未尽之志，一字一句留在字字血泪的《出师表》。请贤臣，愿小人此贤汉，所以兴隆也。请小人，愿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世，美与沉沦，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桓灵也。诗中上书张氏参军，此气之良，四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行之，则汉室之隆可即日而待也。臣本不以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为子忘去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时之事，有时感激。虽许先帝已去世，后知倾覆受任于百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而时有一年矣。先帝之臣精神，故灵崩击，臣以大事业。受命以来，夙夜忧叹，空托付不效，以上先帝之命，故阅读录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乙阻挡将帅三军，北定中原。世界怒顿，让出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分也。至于斟酌孙礼，精尽忠言，则有之以允之人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令，若无信德之言，则有之以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自茂，以自走善道。刹那鸦烟，深追先帝一朝。臣不胜守。